险，小兰又杀得迷了眼。于世顺，果然是你。已经把于世顺压下去了，问他什么都不说。秀秀，你是如何断定凶手就是于世顺的？其实并无十足的把握，只是推测。起初，我认为厉生死于铁蒺藜，重点因为铁蒺藜，但仔细推敲歌谣之意，那把火才是真正的线索。所以凶手必定就在现场，且对宫中布局了如指掌，出入不受怀疑，应该是参与筹备大铺之人。那也不能确定就是于世顺啊，工匠、宫女、乐人那么多。这便是经验让你假扮沈川去赴约的原因，引出那人，确定这个猜想。猜想是时间。没错，我心中一直有个猜想，怀疑凶手对星象的五星与五行之说有着近乎偏执的执着。前两起案子只与五行与方位对应，直到今夜案发，我才确定，凶手除了五行与方位的偏执，就连作案的时间也与五行有关。丑时，没错，厉生死于巳时，对应五行之火；苏卓儿死于子时，属水。而沈川出事是在未时，但凶手没想到他能捡回来条命，所以我们特地让沈川在琉璃宫大闹一番。凶手果然又选择了同为属土的丑时作案。凶手对星象五行有研究，对时间偏执，能在大铺筹备期间不被怀疑的出入各处，长之漏刻的窃狐症嫌疑最大。这窃狐症能有这么大本事？看来他背后一定还有别人。于时顺在太史局的时间比我长，一路从洛克生走上来。若说他暗中与什么人勾连而我不知，也不无可能。县主，于时顺求饶了。他说，如果县主能够救他全家，他就愿意坦白一切。来晚了。没救了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小心，凶手可能还在院子里。他杀了这么多人，备文化一定心虚。我这就带人在方内查找。跟我来。是。随我来。人刚死不久，凶手应该还没走远。县主，太史陈刚也这样说。我正要去找顾思之。这几个人的死因都是被针刺入后脑，可见凶手会功夫，力气很大。你们随马萧然协助顾思之找人。是。县主，这人死状不同。其他人都是后脑被钢针刺入毙命，这个人是刀痕。手指间有油画，身上有酒味，面朝院内。晚上溜出去偷酒吃，回来时候撞见凶手杀人，掉头想跑的时候被一刀割喉。杀了目击者，却留了孩童的活口。他是想让那孩童说出那首童谣。他就不怕那孩子说出他的样貌？还是说，他故意为之？孩子年纪尚小，本就可能说不清楚。这院子里烧了很多草木，会有很多烟帮他掩盖相貌。这里还有少量火药。是闪光的弹丸。寻常人家不会烧这么多烟的草木，应是凶手所为。于是顺叫他新君，这些东西应该是他拿来装神弄鬼的。宋怀优就是裴玉为你杀的第二个人。宋怀优通过药方意识到，是你毁坏了尸体。这尸毒内蕴的症状，须得到最后才能显现，光靠望闻是判断不出来的。
释放。你呀！哎呀！明日一早有一辆运尸车出宫，你立刻离开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私抛尸体是死罪，一旦被人发现了，你我都要死。我抛尸是为了救人，我有什么错？更何况我行事小心，不会被发现的。我没工夫跟你多费口舌。想要活着，你必须走。带着这药方，你一定拿给病人试试。哎呀，你还敢跟我提药方？宋依令，你就在药房待着，哪儿都不许去。明日一早我来接你。师傅，这是宋依令出事当晚所吃的食物：羊肉锁饼和当归红枣阿胶羹。这几种食材混在一起，会令人气机逆乱，血随气生。再加上情绪刺激，便会诱发宋依令的疯疾。等宋依令吃下这些精心准备的食物后，裴玉便特意等到他熏睁眼睛之时出现，亮明身份并威胁宋依令：如果将你送出宫，他就会玉石俱焚。宋依令一时气血上涌，卒中发作，裴玉便将无力挣扎的宋依令拖至桌前，没入已经准备好的药汤中，造成其突发卒中、意外溺亡的假象。都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。你为什么杀他？我说过，我不会让任何人阻碍你。可他是我师傅。你是不是忘了自己要做什么？如果你不想让他白白死掉，就好好抓住这次机会，让大家用上你的药方，让圣上看到你的能力。你是最好的医者，我不会让任何人妨碍你。你该回去了。你很快就有机会崭露头角。师父死后，我决意与他不复相见。但他并没有停下，王叔同被杀，他确实做到了他的承诺，再也没有人妨碍我。可我怎么都研制不出新的药方。我深夜溜去停尸间，趁守卫离开，偷偷抛开尸体寻找病灶，却依旧没有进展。知道。让我出去！染病的工人又多了不少，新药方是不是不顺利啊？你根本不在意旁人的死活，又何必在意药方？若要杀人，杀了我便是。你留取停尸间，是为了查看那些尸体吧？阳光真好。你染病了。还来得及吧？什么？那些尸体死了太久，已经看不到病灶，没有用的。裴玉，你才是裴玉，太医署最好的医官。
定可以找到根治之法。太医说的偏见难辞其咎，只因阿英是女子，便轻视她的判断，延误救治，终致事情蔓延。只希望有一天，女子能少受些偏见吧。县主也太悲观了，为什么不受偏见呢？那样当然更好，只是大概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。没关系，县主不是一个人，这条路有很多人陪你一起。这些案子虽都是夏13所做，但阿莹也是知情不报的共犯。待时气平息，宫门打开，便可将卷宗送去大理寺审判了。县主，县主，不好了，裴玉出事了。裴玉，裴义公趁人不备自裁，多亏发现及时。他吃了毒药。我已经写好了认罪书，不必劳烦大理寺定罪，我只求速死。不要自杀，罪不在你。有旨。自裴公新药方使用以来，宫中湿气得以迅速遏制，染病工人再无死亡，且并无新染病例。裴公研制新药方有功，圣上特召觐见，接旨。阿莹，堂主，我带裴玉回来了。哎呀，当年都怪我呀！都过去了，不必多说了。不说了，不说了。这几日，你就安心住下，慈山堂就是你的家。来来来，诸位快里边请。好，来，这位。各位。
就是裴玉小时候住过的房间。多谢县主和太史丞在圣上面前为我求情。受贿的不只是我，还有往后在太医署学习的其他女子。那是因为你向圣上证明了，女子一样能诊病开方，救人于水火。从此你不必再羡慕我，你也可以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。哎，这孩子跑哪儿去了？也不来送行。无妨，这段时间他受了太多苦，兴许是累了，不必叫他相送。是啊，你说，堂主，出事儿了。县主，县主，我去陪裴玉了。这些年我学习留下的笔记，都收在我太医署的住处的柜中，里面有不少对古方的梳理和思考，请县主交给刘一成，供同僚们参考。桌上的医书是师傅送给我的，就留在慈善堂吧。县主，原谅我不能相送，也无法再回到西京。我太累了，恐怕要辜负圣上的期望。夏油，裴玉。裴玉和阿莹的后事，就只能辛苦堂主。多谢县主，您就是不吩咐，老夫也会把阿英的后事好好的办妥。我只有一个请求，堂主可否将画像换成裴玉和阿莹？这些年，裴玉一直守护着阿莹。阿莹最终成为了医者，却因包庇，犯下重罪，违背学医救人的本心。如今二人均已离世，就给他们一个警示后人的机会吧。老夫顶不负县主所托。会收好了，谁逃跑，谁就是小狗。不跑。听到奇怪的声音。什么？没听到啊？怎么了？你害怕了？
李少卿啊，李少卿，我说了很多遍了，今天我是不可能去的。四娘亲自下厨，点名让我打下手。贺家尊传出闹鬼，紧接着就出了一桩失踪案。哎，不就是一个失踪案吗？你自己去查就好了呀。我要有线索还会来找你吗？我跟你说啊，我得了断案恐惧症啊，我今天肯定不可能去的。得了病得治啊，我带你找大夫。你是鬼吗？你跟着我干嘛呀？四娘，非要萨摩帮厨吗？是啊，今天人手不够啊。来来来，吃完饺子好干活。还是你好，一定要多吃点哦，知道你饭量大。不够的话，锅里还有5升。不是那个，李志，你不是找我有事吗？啊，你不是很着急吗？哦，对对对，走走走走，萨摩，多亏你提醒我。哎，李志，这贺家村什么来头啊？能让你这么上心啊？贺家村中有个规模不小的染坊，长安城里达官贵人的各种服装用料都出自这里。哎，这位姑娘，哼，小哥，我问一下，李少卿，里面请。各位官人从长安城远道而来，失敬失敬啊！请。您是什么时候上任的？啊，还不满1年呢。哎呀，这个村的事儿啊，我也不是太熟悉。他们有族长主持事务，我也不好插手嘛。一般呢也没什么大事儿，不过出了这事儿，是谁都没有想到的。这兰花开得挺漂亮的呀！哎呦，这位官人好眼光啊！这可是我朋友从洪州带来的兰花呢，那可是极品呐！您看那花，您看那茎，您看那叶子。族长的儿子最后露面是什么时候？哎呀，这谁知道？这得问他爹呀！哎，不过昨天晚上有个小孩来报案，说那个染坊里发现了个蓝色的怪物，怀疑是族长的儿子。我们呐都不相信。染坊？哪家染坊？柳家染坊。这地呀，原来是柳家的染坊，阴得很呐。这染坊都已经荒废了，染池里还有水。报告，大人，染池里有一个死人骨架，现在已经被打捞上来了。怎么没有头啊？你说这是柳家的染坊？正是。这贺家村怎么会有外星人？这柳家是后来搬进来的，不过能干得很，开了间小染坊，弄得红红火火的。只是没想到现在沦落到这步田地呀。那这个染坊发生什么事了？这个，具体细节就要问贺族长了。
辉。哇，真好看！范武，你看，应该是染房的女主人吧？这柳家现在还有什么人吗？这个我也不太清楚，这都是我来贺家村之前的事了。而且呢，这个柳家染坊已经停业很久了，附近的人呢都不敢靠近这儿，大家都说这里太晦气了。哎，你觉得那骨架子会是族长的儿子吗？马先生，您慢走。哎，不是，是县令让我们来的。副组长悲伤过度，哟，不便见。上官姑娘，不是，那他不是？您怎么在这里啊，马先生？我来探望贺组长。这位马先生是长安城有名的布料商人，我们家做衣服用的布匹都是在他们家挑选的。马先生，这位是大理寺的李少卿。萨摩多罗。马先生怎么会出现在族长家里？这些年来，我都是以卖贺家村的布匹为生，和族长交情甚好。出了这么大的事情，总该过来看看吧。哦，此案交由大理寺负责，必然会查个水落石出。有劳李少卿了。上官姑娘，有需要帮忙的地方，您知会一声。好，告辞，各位。子苏，你回想一下，有没有哪件案子与贺峰有关联？我查到贺峰的仆人曾因调戏妇女而入狱，后来死在了牢里。被调戏的妇人是本村村民贺燕之妻。请问，贺燕是哪位？你们是？我们是长安城来的，奉命调查贺峰的失踪案。贺公子失踪了？你没听说吗？我从早上就忙呢，还没出门呢。今天早上在染坊发现一具尸体，很有可能就是贺公子的。报应，老天报应！我们这次来，是想知道贺峰平时为人如何，而且是否有可能有人与他结仇呢？小意思。我一直自己做点手镯、头花、小串子在家门口卖，
那次贺公子喝了酒，就来说些轻薄的话，还动手，我男人就打了上去。我拦着他呢，根本拦不住啊！贺公子谁敢打呀？他叫了几个人来，还拿着棒子，就把他……原来动手动脚的是那个贺公子，他那仆人死得可真冤啊！你们没想过上报官府吗？我们还要在贺家村扎根呀。在这片地上，族长就是老天爷，我们能说什么？钱倒是补给我们一些，我们要是再往上告，1分钱都拿不着。他得治病啊！这太没有王法了，这长安城外还有这样的地方？你能告诉我，你昨天晚上在哪吗？官人，你看我……你别问了，不可能是他。你怎么知道他不是装的？你看见他露在被子外面的脚趾了吗？那种萎缩的状态，只有长期卧床的人才会有。哦，对了，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：村西头那个废弃的染房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？又是不能说的秘密啊！不是，我们给钱。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。给钱！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啊？有钱！走！大理寺官员都有钱的。官人，我们还要命呢。不是，这贺家村啊，实在是太诡异了。啊，你们说这贺族长的儿子丢了，他还闭门不见人，这贺家村民呢，又对贺家公子呢恨之入骨，啊，那个县令就更不用说了，啥也不是，名存实亡。还有，染房的染坑里发现一具蓝骨，还没有脑袋。那个染房的染池里，的确是染布的电解水，但里面还加了石灰。石灰？没错，因为加入石灰能使腐蚀能力更强。如果只是电解水，是不可能把皮肤和肉腐蚀得如此干净的。这得多大仇啊！你还发现了什么？我还在碱水池旁边发现了竹篾丝的痕迹。难道说凶手用竹篾把人捆住，再放进水池里去？直接杀了不就完了吗？那多没意思，就得把那活人放进去，然后那石灰水就像蚂蚁一样，一点儿一点儿腐蚀他的肌肤。竹篾、水池，你们有没有听说过浸猪笼？啊？这不是处置奸夫淫妇的刑法吗？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。来看，手里什么都没有吧？是不是？看，身上也没有吧？变！哇，厉害！厉害吧？谁想要这花啊？我要！那，告诉哥哥一件事好不好？石头，怎么跑这里来了？大宝、小宝，这是谁呀？你就跟他说话，回家吃饭去。哎，我就是给他们变个戏法啊，至于吗？我又不是鬼，真是。你从哪搞的兰花？下午拔的。哎呦，我的小兰呐！兰花当然是要配君子了。我想要那个。那你跟哥哥讲件事好不好？
二位就是长安城里来的官员吧？是啊。听说村里有外来人士打听村内事务，道听途说，总归是捕风捉影，不如面谈来的方便。族长有请二位。小兄弟，你知道这有个染房吗？你可别去，里面有个大怪物。大怪物？我昨天晚上看见的，蓝色的大怪物，有这么大呢。那，你有没有听说过发生了什么事情呢？为什么会有大怪物呢？我娘说，以前有个很漂亮的姐姐被扔进池子里淹死了。是画像上那个姑娘。我娘说，如果不好好睡觉，她就会来找你。你们可别跟别人说呀。我们拉钩，拉钩，拉钩，我们一言为定。阿图，叫你别跟外人搭话，晚上变狼叼了你去。长安城边上居然还有族内自治的地方，动用私刑。我觉得他讲的事情跟大怪物有关。哎，大哥，您对这儿熟悉吗？我在这卖饼5年了，你买2个吧。啊不，我就想打听个事儿，这个染房……我不知道啊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哎。官人，请坐。不用了。不知大理寺特意派人到我贺家村，有何贵干啊？奉陛下之命，调查贺公子的悬案。我实在是想不出，究竟是谁对我儿子下此毒手。除非真的是他回来报仇了。你说的是谁？他们没有告诉你吗？也对，他们怎么说得出呢？其实，那柳如真被进了猪笼，明明是全村人一起通过的判决呀。要说有罪，都有罪呀。这是我这一辈子做的最大的恶事了。柳如真当时犯了何罪？哎呀，我就不该让那柳家留在村子里呀。那个柳如兰打瞎了我儿的左眼，要判刑。他姐姐柳如真想救他妹妹，他竟然脱了衣服来勾引我。哎，你说该不该罚呀？啊，该罚，可也罪不该死啊！哎，不守妇道之人，应该如何处置？这是村里历来的规矩，我也没办法呀。那他妹妹现在在哪儿？自从他姐出了事儿，他就消失了，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。哎呀，我这儿子没了，我这是白发人送黑发人呢，我怕是也待不久了。我家的香火到此断绝了。哎呀，哎呀！
萨摩，萨摩，萨摩！哎，萨摩，快跟我走！什么事儿这么着急？贺族长死了！啊？走，走。死因是心脏麻痹，他没有救急，而且还受了惊吓。惊吓？你们看，桌上果盘里放着一个蓝色的骨头，这是那个没找到的头骨。这头骨左眼眶有处受伤的痕迹，应该是贺峰的。他不会是被一个头骨吓死的吧？心中有愧，心里才会有鬼。我就说烧了那个染坊，烧死那个姓刘的女鬼，从此我们贺家村就太平了。郎君啊，都是那个女鬼害的呀！一派胡言。那你倒是说说看，为什么我家郎君病了这么久，偏偏在这个姓刘的忌日这一天就死了呢？为什么？老大，不会真的是那女的鬼魂回来报？我知道了。知道什么了？三炮，去打探一下，除了贺家村附近哪还有大片了兰？正是，就是做电色染料的草。在西山洼里发现一片了兰。这贺家染布用的肯定是自己种植的了兰，凶手必然不会冒险采摘。也就是说，这附近哪里有了兰，哪里就是凶手可能出没的地方。住在村里多好啊，大隐隐于市嘛。不可能住在村里，会被发现的。被发现？发现啥？等发现了你就知道了。跟没说一样。哎，看见了。有人，应该就是他。出来！柳如兰，果然是你！你当年从贺家村逃走，就是为了有一天为你姐姐复仇吧？你在水坑中加入了生石灰，才让那贺峰被烧得只剩下蓝骨，然后又偷走贺峰的头骨，吓死了贺一德。大水坑，那有一个大水坑，水坑里面有好多水，好多水，好多水！他脑袋是不是坏了？你别再装疯卖傻了！你连杀贺家2人，可知杀人者偿命？杀！杀！杀！哎！
我告诉你，哎，三胖，给我拿下！好。快杀我！这女子便是蓝谷杀人案的凶手。是，两桩命案都是他一人所为。几位官人，大老远赶来查案，可真是辛苦了。报，李少卿，外面有一个姓马的商人求见。传上来。官人，诸位，请官人放了阿兰，他没有杀人。你是谁？跑到这里来胡闹什么？在下马前，那贺家父子是我杀的。什么？官人，整个事件都是我一个人谋划的。阿兰他什么都不知道。你与贺家长期有生意来往，为何下此毒手？我是在赎当年的罪。3年前，我在长安城见到一种稀有的布料，无论是颜色还是纹样，都浑然天成。我费尽周折，打听到它来自贺家村。从那时起，我便与柳家染发开始合作。我见到了柳家的两姐妹，没想到这样精巧的布料，竟是出自如此美丽的女子之手。从那时起，我就对阿兰有些好感，只是我生性内敛，不知该如何开口。那时候，柳家也刚好到贺家村，染发规模不大。倒是那贺一德家的染发，本来十分红火，却被柳家染发渐渐地抢了风头。直到有一天，贺一德找到我，说给我提供与柳家同等质量的布匹，价格也十分可观。但就在那一天，我看到柳如珍去了贺府。我听到他威胁贺一德要把事情散布出去，两人为此争执不休，直到很多个夜里，我都会梦到这样的场景再次出现。村里人说，这柳如珍是为了给妹妹求情才去勾引贺一德，但只有我清楚，那一天到底发生了什么。你是说这个贺一德撒了谎，他为了不让儿子的事情闹大，才故意陷害柳如兰，封住他的口？这也太不是东西了。贺一德还有一个目的，这柳家虽然是新开的染坊，技艺却高于贺家。柳如珍死了以后，
那贺一德给我提供的布料，却和柳家的花纹颜色一模一样。你的意思是，这贺家谋害了柳如兰，还抢走了柳家染布的秘方？他们贺家根本就是丧心病狂！自从柳若真死了那天，阿兰就失踪了。我找啊，直到有一天，我在那个茅草棚里找到了她。我都快认不出她来了。明明那样美丽的女子，却食不果腹，衣不蔽体，苟活在阴冷潮湿的草棚里。我终于找到了他，可他却不认得我是谁了。是我害的，变成了这样。如果当时我站出来，这一切就不会。可是我当时什么都没说。柳家家破人亡，那贺家的恶行却没有任何人知道。所以，我要让恶人们得到应有的惩罚。所以，你为了帮阿兰复仇，才制造了鬼魂索命的假象。只是我没有料到，你们竟然会找到他。他是无辜的，杀人的是我。阿兰，这是我马前能为你做的最后一件